美国的部分，拜登当然他必须要挽救一下他的这个民调声望，那不能没有作为。那另外中国的部分，现在它是一个威权国家，但大家都知道，这就习近平的角色来说，他有想要在明年20大连任的部分哦。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彭教大家怎么看呢？是的，这个我们知道美中关系啊，最近这几年来，可以说，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伙伴，现在变成说。战略上的强烈竞争者，但是实际上就是假想敌，所以只不过说美国不愿意这样讲，但是实际上他所有的作为几乎跟过去冷战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我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中国这样一个敌人跟过去的前苏联不一样的。过去前苏联跟美国之间没有什么贸易往来关系，没有其他的一些的牵绊，但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千丝万缕，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而且呢，中国在不但体量上很大，而且这个它在整个的经济的发展上面也是前苏联望尘莫及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要怎么样子来针对这样一个敌人，说实在。这个我觉得说第一个很难得的是，在川普时代一下子把美国的外交政策给转过来以后，大家发现说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中国的这种对美国的这种咄咄逼人对美国的这种威胁跟压力越看越觉得这个非常的严重，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美国呢，一方面觉得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是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他从他立国以后不断的他要寻找敌人。为什么说他寻找敌人呢？因为就像我们孟子所讲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你一定要有一个敌人，要有一个竞争对手，特别是当美国强大以后，你看。美国之所以强大，是敌人造就他的如果没有这个1次世界大战德国跟奥匈帝国的这种挑战，美国还在他门罗主义里边还窝在这个美洲大陆，但是因为奥匈帝国跟德国的这样子在欧洲的扩张，所以欧洲的这个英国法国才把美国请出来嘛，然后美国是不得已之下千呼万唤才出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纳粹这么一个强大敌人，还有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样强大敌人，美国哪有可能称霸世界？因为说这个敌人对世界的造成了太大的危害了，所以才需要美国出山出力。来把它给弥平以后，所以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是自然而然的，他不是说我主动要而是说他被动的成为。但是从那以后，美国就很注意说有没有人会挑战他的地位。所以过去前苏联时代那时候我们看了很多资料，哎呀，美国把这个苏联讲得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强大。等到后来苏联瓦解以后，才发现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苏联差美国还很远，同样也是今天的中国。当然，对于美国来讲，中国是一个不同的敌人，但是呢，中国的体量足以让美国人觉得说，这的确是个威胁。那另外一方面讲，中国也需要敌人。中国如果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敌人的话，怎么样凸显出6中全会决议案所讲的中国人民英勇的对抗帝国主义，对不对那怎么样凸显说这个习近平是如何英勇的英明的领导中国人民来对抗这个世界上反华势力？所以他也很需要敌人，但是大家都了解彼此都是核武大国，我需要敌人，但不要战争。所以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
斗而不破。所以这一次对美国来讲，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如何的建立护栏。这个护栏概念是什么？就是这个美国拳击的那个 boxing 的那种护栏概念就我们就在这个框框里面打这个不要打到场外去了。所以这样的护栏概念，意思就是说，好，我们怎么敌对都可以，但是美国最主要给中国一个明确的讯息：我跟你敌对，我跟你强烈竞争。美国都挑明了讲，我跟你强烈竞争，但是我不会寻求冲突，更不会寻求战争。所以这个是美国把他的底线亮给中国看。那么中国这部分嘛，当然这个会不会冲突，会不会那个，他不会像美国这样的明讲。不过呢，话也说回来，其实中国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他的很多话术已经改变。为什么说改变呢？最早是年初的时候，习近平讲说时与势在中国这边他本来讲的是一般的中国的发展他说时与势在中国这边后来汪洋就接着讲台湾问题时与势在中国这边。换言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马上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我们不急，我们有战略定力但是最后一定会解决。然后最后因为我们中国不断的壮大，那么所以这个势也在我们这边。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退让的一个说法。因为中国它是绝对不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有实质上的这种说法，说我可以怎么样的，所以他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现在你看大陆现在都搞一些名言，2035到台湾，这个说起来都很幼稚的，对不对？然后统一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不讲说我要怎么样武统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亮明了嘛，对不对？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说，当你讲武统的时候，反而暴露出你的不足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对中国来讲，他需要这个敌人，但是他也不要真的撕破脸。所以这个就是双方在这次这个峰会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目标。但是说实在，中国呢，他强调的一点就是什么？话语权。所以你看，他急着新华社发稿，然后就把这一次的说成是美国求他的，好像是我不是主动要跟美国谈，是美国求我。大家不要忘记崔天凯最后岁月，他连美国国务院的科长都见不到没人理他。他什么时候离开美国的连一个最基本的外交礼节的仪式都没有。所以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根本就不甩中共人讲残谋高罪谋牢完全就断讯了。这个是中共最担心的。好不容易有机会跟美国在那个他又拽起来了。你看看你看有一个北京大学的美国研究所的所长，他讲的多么可笑。他说你看看嘛我们跟他会谈时间是我们早上的8点45分你看我们习主席睡饱饱，精神饱满他们还要加夜班呢。美国是一晚上时间，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希望说营造出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现在了不起非常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种的印象。但是实际上，这个在美国来讲，他一开始就讲，我根本不打算跟你有什么结果，因为我该讲的话都讲完了。第一个，我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你的一中原则是两回事情。第二个，我支持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相关的这个组织跟活动。坦白讲，这个都是这对中国来讲都是直接触及它红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你说中国能够怎么样？除了说打嘴炮以外，他无可奈何。为什么？就是
今天基本上，美国跟中国的基本国力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所以你看中国所表现的啊，我希望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还是朋友，对不对啊？说好听的，我还能继续从你美国偷学东西偷搬一些这个机器先进的东西来但是美国现在美国是这样子，我们在美国生活过都知道，你写什么资料，他都相信你。一旦他发现说你写的资料不诚实的话，他从此以后你所有东西他都不相信。所以今天美国对中国就是这样子，他对中国一切都是打个问号，从不相信来进一步来求证你到底真实有多少。这就是美中之间的这种实际上的状况。而且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在美国的封锁，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中国现在很多状况他只是不敢说出来，其实他状况非常惨。譬如像说现在美国要台积电、要三星这些主要的晶片厂交出资料，交出什么资料？就你的产销资料嘛。全世界缺晶片，但是呢，根据台积电、根据三星，因为我们的联电，我们台积电跟联电就已经超过60%了，对不对？你到底生产了多少，都有数据的那你卖到哪去了？怎么会全世界还缺？对不对？所以美国在查这个事情。坦白讲，美国心里也有数。台积电也讲，有人在囤积嘛？谁在囤积？对不对？当然是就是中国在囤积嘛，对不对？那么中国它用什么方法囤积？它当然不是说直接用华为，而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名义这样子来向这个外界来采购晶片，然后它囤积起来。为什么？也是他希望能够反制美国对他的封锁。但是这样子能够反制多久呢？美国马上就知道了，现在更进一步的来对他制裁。当你的晶片遇到这样子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坦白讲，中国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只不过他现在这个硬撑在那里不讲而已。